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新语。这期主要讲的是用 Pewter、Silicon Flow、日日新以及 Arena 白嫖多种免费 AI 模型的 API 啊，能够使用 AI 的 API 自然会比在界面里面操作要方便得多啊。使用免费的 AI API 就像《山海经》里的强梁，那可是个猛兽，虎头人身，耳朵上挂着2条蛇，吼一嗓子就能呼风唤雨，掌控雷电。他脾气大，能力强，还特别护食。今天就聊聊怎么驯服强梁，把 Pewter、硅基流动、日日新、Arena 这4头免费神兽给收了，拿来白嫖多个 AI 的 API。先看一个结果，这是用 Pewter 做的一个例子啊，模型在这里就可以选。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DeepSeek V4， 如果你想要英文的界面，就在这里点一下 EN 啊，要中文你就换回来啊。简单问一下你是什么模型，点发送，稍等一下，马上就出了结果。其他这些也差不多啊，他们都有相当的免费额度啊，甚至都直接可以把它放到 CC Switch 里面，然后给 Cloud Code 或者是 Codex 或者是 Kimi Code 或者是 Pi 免费来使用啊。先看一下 Pewter 是最快也是最容易的，直接到它的官网去注册一下就可以用。注册只需要邮箱，邮箱需要能接到验证码，它给的资源比较紧就是了。确切的说，就是本地用一下是可以的，你要大规模的使用是不太行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它是免费的吧？你在 Pewter 里面点一下价格，向下拉就会看到它是有免费档的。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根据它官网的讲法，是不需要 API key， 也不需要服务，因为它本身就会提供，而且你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啊，因为它并没有测量你的 usage， 它本身是有 GitHub 的，星也很多啊。你要直接使用它的 GitHub 也很简单啊。向下拉，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只要把它克隆下来，进到克隆的目录，安装依赖，然后用这个命令启动一下就可以了。启动以后，它浏览器的界面就是这个链接啊，这个是它的文档链接啊。在这里你可以把所有的功能都看得很清楚啊。点一下 Open Playground， 这样你就会来到它的游乐场啊。它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直接在页面里面插入它的 URL， 用它本身的命令开始提问题，并定义好使用哪一个模型就可以用了。比如说他问了一下 What's life， 我们可以在这里换一个问题啊，换成什么是光的散射啊。要看结果也很快，在这里点一下 Run， 然后点继续，他要验证一下你确实登录了，也就是说你确定要有一个账号啊。很快答案就出来了。它还可以做图像分析啊，它还可以帮你把一些信息存到它的云端存储器里面，比如说你有一个叫做 hello.txt 的文档啊，它就可以帮你存储到它的云端的服务器上。向下拉你会看到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型，像 DeepSeek 啊、Claude 啊、Gemini、Grok。再向下拉是它一些其他功能的介绍啊。因为它本身的 API 是完全免费的，所以我直接就用它的 API 来做了一个小小的 GitHub 仓库啊。如果你有兴趣想用一下呢，就直接在 Code 下面用 clone 命令把这个仓库拉下来。它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 HTML 的页面加一个 JavaScript 的脚本加一点 styling。 因为你可以在它的 Playground 里面看到它的例子就长这样。你用克隆命令把它复制下来以后，进到文件夹里面，然后随便启动一个本地的服务器，就可以把它跑起来了。跑起来就可以用了，端口可以自定义啊。比如说你已经把它克隆到了本地，然后你随便找一个服务器把它启动一下，这个就是它的聊天界面了。点一下清空，换一个模型，再问一个问题，你是免费的吗？发送，这样它也会立即的回答是的，我完全免费。那 Pewter 就是这么个用法，本地用是可以的，大规模使用是不行的，但是它毕竟免费。接下来看一下硅基流动，顺便说一下，免费的 AI API 有很多啊，我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有一个 GitHub 仓库叫做 Awesome Free Models， 本身的星也不少了。在这个仓库向下拉，
这里有一个叫 Free API Providers 的，你看一下它下面都给你列出来了，什么 Google、OpenRouter、Gawk、NVIDIA， 这个就是硅基流动啊。你可以一个一个对着找，然后它后面也有把它免费的额度和条件都列出来啊。Kimi 啊，阿里巴巴也都有，大 GB 也有啊。基本上就是对着这个找吧，我只是找了几个看上去方便易用的。现在来快速看一下硅基流动的免费的 AI 的 API， 它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啊。注册账号很容易，有手机就行。注册好以后，进到模型广场就可以开始选你需要的模型了。它这里模型有很多，它不是完全免费的，它是有免费额度的。根据官网的讲法，新手的话，也就是刚刚注册的话，是有一个10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DeepSeek V4 Pro， 点一下它的 API 文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使用方法了。用的是 OpenAI 的协议，它的链接就是这一段，基本上它的链接就是遵循了 OpenAI 的链接的格式，它需要有一个 API key， 这个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就是选模型，然后是问问题了。这个的话有10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但是它要求实名认证啊。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同时我也不太喜欢实名认证，讲白了都已经用手机注册了，再要实名一下，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但是它毕竟有一点免费额度吧，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其实说到免费的 AI API 的聚合体，之前有一个更牛的，就是这个 Unlimited Surf 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最近挂掉了。另外 Cloudflare 也提供 AI 的 API 啊，只可惜它不是免费的，这有愧于它赛博活佛的称号啊。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日日新啊，它是目前在推广阶段啊，目前是公测，完全免费开放，这是它官网的讲法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免费档，每个模型1500次调用，每5个小时啊。不过没有任何关系啊，目前是完全免费啊。你调用次数用完了以后换一个模型就是了。它应该是有4个模型，我记得。它是支持多模态的，支持 Hermes 以及小龙虾啊，最多能有20个 API key 啊，每一个 API key 都能用好一阵子呢。反正就目前而言，用一阵子是没有问题的。它需要注册一个账号，注册一个免费的账号就可以了，需要手机号，手机要能收验证码。目前是你登录进来以后，它默认会直接给你创建一个 API key 啊。它的 API 链接就是这个，你有了 API key 以后，就可以用你的 API key 替换这个部分。下面就是模型和问题了，你也可以点这个键创建一个 API key 啊。先用这个命令把日新能够拉的模型都拉出来一下，看一下都有一些什么模型。这个部分要调整成你自己的 API key 啊。发送之后就会回复了，它这里的模型是应该有4个，但是这样不好看，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在网上随便找一个免费的 JSON 格式化工具，粘贴进去，点一下 Format Here， 这样就比较好看了。第一个是 SenseNova 6.7 啊，它是一个轻量级的多模态模型啊，可以做文字也可以做图像。这是第2个模型，这个 DeepSeek 4 Flash 是可以有思考模式的，也能做工具的调用。接下来是 GLM 5.2， 它是一个综合型的长上下文的模型。最后一个是 SenseNova 的 U1， 这是一个轻量的快速模型，有简单快速的事就可以交给它做。了解了模型之后，我们就要让它有点作用，比如说让这个免费的 AI API 提供 AI 模型给 Claude Code 用，或者 Codex， 或者 Hermes，或者小龙虾，这看你喜好了。这里是以提供 AI API 给 Claude Code 为例，现在准备是要把日日新添加到 CC Switch， 作为一个新的 AI API 的 provider。点一下这个加号，选一下 Custom Configuration， 选好以后向下拉，随便给一个名字，随便给一个备注，你自己好记就行。把你的 API key 复制粘贴过来，它的 API endpoint 也是直接从官网上复制过来的，比如说就是复制这一段，复制粘贴过去就可以了。API format 就是 Anthropic Messages Native， Auth Field 就直接选它这个默认值。如果之前你的 API endpoints 没有配错的话呢，这个时候你点一下这个 Fetch Models， 就会有4个免费的模型了。
然后你点一下到这里，自己去选自己喜欢的模型。我这里大体是已经都配好了。我想了想，把 Sub Agent 配置成 DeepSeek V4 Flash 吧。默认的模型的话，也是在这个小箭头的按钮上点一下，自己选一个就是了。向下拉，看一下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就点一下 Save。点了保存以后，就会看见这个新的提供商了。记得要点一下 Enable， 把它启动一下，然后点一下齿轮按钮，点一下 Routing， 记得你本地的路由是要打开的，这两个要打开。你要支持的是什么 IDE， 就要打开什么 IDE。点一下小箭头回头，这样就可以开始用了。清一下页面，打开 Claude， 输入 Model 命令，这样这些就是和我刚才配的是一模一样的了。随便选一个模型，说一下 Hi， 很快啊就会有结果了。接下来看一下 Gawk， 它也是提供免费的 AI API 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免费的 AI 的 API 都会有 rate limit， 或者是有某种限制啊，很经常会有429错误。那一个用完了就可以换另外一个来继续用，不然的话工作的进程会被打断啊。那如果你本地已经有了 Ollama、NVIDIA、Genesis、Kiha AI、Kimi 还有日日新的话，再加一个 Gawk 应该是够用的。讲白了就是多备几个吧，它能支持的模型也都列在它的首页上了。想要使用 Gawk 需要注册，注册需要一个邮箱，邮箱要能接验证码就行。创建好账户登录进来以后，点一下这个 API Key， 点完以后点一下 Create API Key 这个 button， 就可以创建一个 API Key 了。既然用的是 AI 的 API， 也需要知道它的 URL。点一下右上角这个 Doc， 进来以后就可以看见它的 URL 就是这一段，它的 API Key 就是你刚才申请的那个 API Key。在 CC Switch 里面点一下这个加号，创建一个新的提供商，点一下 Customer Configuration， 给一个名字，给一个自定义的 Notes， 把你的 API Key 复制粘贴到这里。你的 API Endpoint 就是复制粘贴它官网上这一段，复制好以后粘贴进来。API Format 用的是 OpenAI Track Completions，Auth-Field 用的是默认值。如果你前面配置的 API Endpoint 没有问题的话，就点一下这个 Fetch Models 的按钮，这样你就会知道它提供了15个免费的模型。点一下这个小箭头的按钮，就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选想要使用的模型。我是已经配好了，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向下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点一下 Save。 这个就是新的一个 AI API 的提供商 Gawk 了，记得要 Enable 它，记得本地路由是要打开的，然后打开一下 Claude， 进来以后使用 Models 命令，这些就是刚才已经设好的模型了。回到 CC Switch， 点一下编辑按钮，向下拉，这样你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设置就已经完成了。退出。那之前讲了很多 AI 的 API， 哪一个 AI 实际上比较强呢？当然你可以直接去看 Bench， 但是自己亲手测一下也是一个乐趣。可以用一下这个 Rena.AI， 选这个 Battle Mode 啊，它是盲测啊，你给一个问题，它会同时发给不同的 AI， 然后你选一下你喜欢的那个答案，你才会知道哪一个 AI 是你喜欢的那个啊。当然它还有别的 mode， 比如说 Direct Mode， 你可以直接去测试你想要测的那个 AI 啊。比如说我们就在 Battle Mode 对抗模式底下问个问题，点发送，这样你会看到它同时有2个 AI 在跑啊。但现在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用的是哪一个 AI 啊，这样你会看到同时有2个 AI 在为你作答，这个 AI 是直接出答案，这个 AI 是流式输出。我想大部分小伙伴会选择使用流式输出的这一个，那我们就点一下 B is better， 选好以后你就会发现模型 B 是 Claude Faber 5， 模型 A 是 GPT 5.6，
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实测感受一下不同模型的直接对比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 Side by Side 啊，这样你自己可以明确的去选择你要对比的是哪2个模型啊。这期主要讲的是免费的 AI API 的调用， Arena 只是一个比较工具啊。主要讲的就是 Pewter、 硅基流动、日日星、Gawk，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